商人从古至今就与英雄二字基本无缘。曾经比尔盖茨雄霸世界首富多年，砸了那么多钱，早些年也只是为自己树立了一个科技改变世界的人设，但也没能阻止晚年人设崩塌。其实这世界上没有凭空而来的财富，任何一个超级巨富都像是蚂蚁王国里的蚁后，在他庞大的身躯背后一定有无数为他供血的工蚁。换句话说，任何超出常规体量的存在都需要从无数常规体量的事物中汲取能量。顶尖如塔瓦纳一般的明星为何能够年入几十亿？那是因为有几千万粉丝的供养，是几千万粉丝从自己口袋里掏钱支持他，他才能赚到这么多钱。比尔盖茨为什么能连续多年成为世界首富？那是因为微软开发的 Windows、Office 以及各种各样的热门软件在全世界陆续卖出上亿份。全世界每一个使用电脑的用户都在通过各种渠道为比尔盖茨的银行账户提供增长的动力。一个靠亿万人供养出来的富豪，不被亿万人唾弃就已经很难得了。想让亿万人尊重，甚至将其视为英雄，基本等同于痴人说梦。不过今天，伯纳德·埃尔诺绝对是法兰西的英雄，甚至是民族英雄。戴高乐机场此刻已经可以说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人山人海，无数媒体和平台都在实时转播机场的动态。当伯纳德·埃尔诺的私人飞机出现在机场跑道前方的上空时，法兰西人民沸腾了。飞机缓缓下降，在跑道稳稳接地，一辆黄色引导车闪着醒目的灯光，一路引导飞机来到早就准备好的停机位置。伯纳德·埃尔诺看着窗外震撼景象，心中大喜的同时也不免紧张，甚至开始琢磨一会儿等飞机舱门打开，自己是应该先迈左脚还是先迈右脚。飞机逐渐停稳，机场的工作人员已经将红毯铺到了飞机下方。待私人飞机的舱门打开翻折初步梯之后，伯纳德·埃尔诺在老婆的搀扶下难掩激动地出现在门口。下面等待多时的人群顿时爆发一阵欢呼，照相机的快门声比机关枪还要快，咔咔咔响个不停。伯纳德·埃尔诺在万众瞩目下一瘸一拐地走下台阶，膝盖受伤处隐隐透出血色。这是伯纳德·埃尔诺故意让医疗团队这么做的，为的就是展现自己的英雄气概。触发他这一灵感的是前段时间美利坚大统领竞选时耳朵中枪，后来包着耳朵演讲时的画面。华夏有句老话，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受了伤就一定要时刻想着把伤暴露在民众面前，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获取民众的支持。这时法兰西的总理微笑上前，主动伸出手与他紧握，称赞道：埃尔诺先生，你是法兰西的骄傲，是法兰西人民的骄傲。我代表法兰西政府和法兰西人民，感谢你在白马岛所做的一切。伯纳德·埃尔诺心里美翻了，自己的法兰西同胞是什么特点，自己再清楚不过，赚法兰西人民的钱没问题，想要法兰西人民的尊重难如登天。自己因为连年涨价、强推配货制度，早就让法兰西人民骂包浆了，如今竟然摇身一变成了民族英雄，这种奇妙的际遇堪称完美。于是伯纳德·埃尔诺非常谦虚地说道：总理阁下，您过奖了，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总理微笑道：总统阁下正在爱丽舍宫等着接见你，稍后咱们一起在记者面前合影，合影结束，记者可能会对你有个简短的采访，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简单接受一下几家重点媒体的提问，如果没有兴趣的话也不要紧，可以等到与总统会晤之后在爱丽舍宫接受采访。伯纳德·埃尔诺眼珠子转了几圈，小声问：请问总理阁下，美联社、合众社、CNN 这些美国媒体来了吗？来了来了。总理点点头，微笑道：以他们对新闻的敏锐程度，怎么可能不来呢？好好好，太好了。伯纳德·埃尔诺笑着点了点头，道：既然如此，那稍后我就先接受一下他们的采访吧。好的。
总理与伯纳德·埃尔诺在媒体镜头前亲切握手之后，两人一起来到了媒体记者的面前。总理微笑着对在场的媒体记者说道：“伯纳德·埃尔诺先生，稍后还要去爱丽舍宫接受总统阁下的召见。不过我刚才与伯纳德·埃尔诺先生沟通确认了一下，可以留给现场的媒体记者们10分钟的时间简短采访。大家如果有问题想问伯纳德·埃尔诺先生的话，可以举手了。”所有的记者都在这一时间高高举起手来，他们本身就是敏锐的新闻工作者，有这样的采访机会，自然也不愿意错过。法新社的记者看着伯纳德·埃尔诺，带着一脸的自信。他觉得伯纳德·埃尔诺作为法兰西的新一代民族英雄，这种时候肯定会主动选择先接受自己国家媒体的采访。法新社作为法兰西最大也是历史最悠久的媒体，肯定要当仁不让的接下这第一波流量。可让他没想到的是，伯纳德·埃尔诺根本就没准备给他机会，而是直接将视线瞄向了 CNN 的记者。他指着 CNN 的记者开口道：“来，让 CNN 的记者先提问吧。”法兰西的记者一脸郁闷和不解，他不知道伯纳德·埃尔诺此刻已经做好了当反美斗士的准备，从这一刻就要进入工作状态了。CNN 的记者没想到第一个被点名提问的竟然是自己，欣喜不已地说道：“尊敬的伯纳德·埃尔诺先生，我想请问您觉得这次袭击会不会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在暗中挑拨？”挑拨？伯纳德·埃尔诺有些不解地问：“你说的挑拨是什么意思呢？” CNN 的记者赶紧说道：“据我所知，偷袭白马岛的这帮恐怖分子自称是黑水公司的雇佣兵，但我觉得黑水公司是一家正规的雇佣兵企业，他们是肯定不会跟恐怖袭击扯上干系的，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一场有意挑拨、没法关系的栽赃陷害，您觉得呢？”伯纳德·埃尔诺冷笑一声，反问他：“事发的时候你在哪里？”对方解释道：“我是 CNN 常驻巴黎的记者，事发的时候我就在巴黎。”伯纳德·埃尔诺鄙夷地说道：“事发的时候你在巴黎，可事发的时候我就在白马岛上，就在这帮黑水公司恐怖分子的枪口面前。你现在跟我说，你觉得这有可能是一场栽赃陷害？你怎么这么厉害？你叫福尔摩斯啊？”